我进来了。走了？怎么连再见都不说一句，一点家教都没有？不要让我再看到他，看我怎么教育他。 十一表姐居然有这么感性的一面，仪容仪表都不在乎了。女人需要的是陪伴，而不是千言万语的安慰。十一表姐，我理解。 啊！哎，你不会是因为这个面拉鼓的吧？不然呢？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秦明的事在难过呢。你有病吧？ 我因为那个没义气的人哭什么呀？他还不如这碗面呢。就是那个不讲义气的家伙，说走就走的。他这个人啊，虽然有点才华，也有点能力，但人品太差了。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应该在记忆里给他画一个叉，彻底忘掉他。说实话，我也挺生气的，但就是忘不掉啊，就感觉刻在我心里头去了。 哎，如果他在的话，我跟他这个组合，那岂不是天下无敌？哎，你被发来的链接。Hello， 我是丽丽主播，没认出来啊？给你看。 这是我烧好的炭盆，我的窗也是封好的，还有门也封上了。哎，这是直播，你们赶紧找到这女孩在哪儿，赶紧赶过去，不然很容易出事儿。快呀！好，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活着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他对我的看法，他也不愿意给我第二次机会。没有人能救我，可能只有我死了，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快把窗户打开，后面拿走。说说这位主播的情况。弹幕里面有爆料人爆料说，直播中的这个女孩子有可能被自己的父亲性侵过。你是谁？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明显就是在带节奏。但这个人知道主播姓刘，就说明他们可能认识。对呀，而且这个主播他自己也回复了，说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这反而加重了爆料人爆料的可信度，才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猜测。我觉得吧，这个小马甲就是落井下石，居心不良。这个人我们在查，阿法医，现场情况如何？
从自杀的角度上来说，他确实是不太专业。作秀？不，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是氧气的50倍。烧炭自杀的痛苦是在于吸入的氧气无法与血红蛋白结合，导致无法运输到各个脏器，从而出现内窒息。临死前呢，会非常痛苦。即便死不了，严重中毒者也会因为进入高压氧舱后而形成的脑部缺氧丧失意志。所以即使死不了，也要活受罪呗。和缺氧的后遗症类似，主要是器官衰竭还有心脏损伤。不过呀，他确实是挺不专业的，但他确实也是一心求死，好在解救的比较及时。秦明，你怎么来了？我是过来报道的。别开玩笑了，我们哪来的编制啊？你要舍不得我们，就直说，又不会笑话你。没想到是你来报道啊！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本来啊，我想等人齐了再宣布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到了，庞然同志，立正。秦明，你也立正。鉴于我市法医中心在巨人关恶性杀人案件侦破当中的优异表现，经省厅领导批示，以我市法医中心为主体，合并周边3个县市级法医中心的工作，组成一个联合法医中心。当然了，人员和设备上都会有相应的扩充哦。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有钱买新设备了。哎呀，这个经费方面嘛，那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省厅的领导给我透露了，有可能啊会淘汰一批旧设备来补充给我们。那也行。那他怎么回事啊？不跟你说了吗？人员会有扩充。早就说呀，可能要来一个高材生，没想到会是你呀。听说你还是主动申请的，看来我这个领导还是有个人魅力的呀。行了，那快坐下吧。说吧，为什么回来啊？人家刚报道，就问东问西的，没吃饭呢吧？来，见者有份，来吧。我吃过了，主任，谢谢。干嘛呀？别那么客气，都是自己人了。我来代表组织奖励你。我从来不吃蟹子。为什么不吃蟹子啊？你海鲜过敏吗？蟹子并不是蟹软，还包括蟹黄和蟹酱。蟹黄呢，其实就是母螃蟹的卵巢，还有消化腺。你看这个上面金色的小颗粒，其实就是母螃蟹的生殖器经过洗涤、晒干之后而形成的衍生品。我都这么说了，难道你不觉得难以下咽吗？不会啊。那又怎么样啊？主任，哎，林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你小子怎么也在？哎，算了，我先讲正事儿啊。这个叫黑森林的公众号真的太恶心了，把一个女孩的自杀写得乱七八糟。我给你们看。嘛？给我看。这黑森林太蹭热度了，这阅读量都已经上万了，你看看。关键是啊，为什么我们来背锅？我们又不是没有拼命的吵。李队啊，已经查清了这个女孩的身份。这个女孩叫刘丽丽，今年19岁。你刚才看的这则新闻已经上了咱们龙帆市的热搜第1名了，影响非常的恶劣。局里边领导都有指示了啊，让咱们重视起来。但我真的很好奇，这刘丽丽到底经历什么了？刘丽丽身上有伤，李队说呀，她极有可能受到过暴力侵害。这样，你们2个带着刘丽丽到医院做个司法鉴定。秦明，你休息2天吧。她不行，她是我的人。哎，等等，主任，他正式归队了？对啊。那愣着干啥呀？赶紧工作去！哎，走。哎，主任走了啊！哎，主任，我们上班了。走，来。
走了啊。来，正在给你安排住处啊，你在安人家先借住一阵儿。哎呦，不错，还给我剩了2块。哎呀，我这个老婆就给我做这么脏的东西。味道还不错。幸亏救治及时，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医生也说过了，你再躺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你家人来接你了吗？我没让他们来，他们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吗？应该不知道吧？我不清楚。因钝性外力作用至颈部双上肢软组织搓擦伤，面积为22平方厘米。丽丽，你这些已经构成轻微伤了，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吗？自己摔的。那手腕上的割痕呢？小时候弄的。丽丽，你方不方便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回局里。那我们先走了。谢谢。自杀通常是比较私人化、隐蔽化的行为。可刘丽丽选择用直播自杀这样极端的形式来宣告天下，她仿佛是想要某些人或者某个人看到她的死，这带着某种警示或者报复感。她好像是在对屏幕后面的人说：“看吧，是你们害死了我。”没错，但你别忘了她身上的伤，她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哎，如果啊，他父亲真的存在性侵行为，那这一切全说得通啊！又乱拍脑门说话。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刘丽丽父亲刘斌的案宗：故意伤人罪，刑期7年，看来是致他人重伤了。刘斌3年前刑满释放，今年刘丽丽19岁，也就是说，刘丽丽10岁到16岁这个成长关键期，刘斌是缺席的。有一个坐过牢的父亲，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来说，确实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那如果这个女孩的生活再有不顺，或者是她父亲对她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话，那她确实会走向极端。我还是那句话，刘丽丽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些伤？还有她为什么选择直播自杀？还有那个小马甲的地址，用户你有查到吗？信管部门正在查，预计明天就能锁定此人的真实身份。哎呀，也不知道李队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有。刘丽丽直播自杀，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校领导找到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半年前，刘丽丽出了一件事情。刘丽丽向校医求救，她的阴道在大量的流血。从凌晨开始，2个小时，她就浸湿了7到8块卫生巾。她因为失血过多，她就出现了头晕、心悸等迹象。校医把刘丽丽送去医院，经医生查验，刘丽丽的阴道右侧壁有一块深0.5、长2厘米的撕裂。阴道撕裂，幸亏就医及时，做了手术，才控制住出血的情况。刘丽丽呢是希望校方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她的父母，校方也是觉得刘丽丽可能有所隐情，但最终校方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母亲陈平。阴道撕裂常见于性生活姿势不当或者用力过猛。校医也是这么说的。据校方了解，刘丽丽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谈恋爱，她的母亲也说刘丽丽没有男朋友，但只有刘丽丽一个人闭口不谈这件事情。而且她的情绪日渐低落，没有恋人却阴道撕裂，对此还闭口不谈。半年之后又直播自杀，她的种种行为确实很像遭受强暴后的受害者反应。还有更可疑的呢，
陈平要求校方加大对他女儿的保护，阻止刘斌见到刘丽丽。他好像很担心刘斌接触到自己的女儿。妻子阻止丈夫接近女儿，我总感觉啊，这受父性侵越来越真了。校方也是这么怀疑的，所以才会联系我们嘛。先去刘丽丽家吧，校长呢已经把诊断书给我了。我但愿校方的猜测是错的。我也想去看看这一家三口会怎么说。金法爷，这案子呢该查查，饭也该吃吃。今晚我给你做东，给你摆个接风宴啊。怪不得不吃欢送饭，原来是要吃接风宴。哎，这市里还要明明更好，干嘛非得留在我们镇上？下基层锻炼。这理由找的冠冕堂皇，倒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家乡风景秀丽。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的，但我喜欢这儿是因为一个人。林涛，哎，把这车里的空调温度往下调一调，你看看把安然给热的脸都红了。好嘞。我在想案子。这个受父案啊，如果是真的，必须要马上行动。刘丽丽她很有可能再走上绝路，对吧？必须要查清楚。来了，谁呀？你们是？刑警队林涛，刘斌对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需要您配合一下。找我啊？行，进来吧。来，请进。要不要给你们倒点水啊？不用了，您坐吧。刘丽丽现在正在医院休养，经过伤情鉴定，我们发现她身上有多处人为造成的轻微伤，所以我们判断她在出事前被人暴力对待过。哎呀，我确实是没控制好自己情绪，但是我是真不让她走，她非得自己走，你说这不找事儿吗？但她已经成年了。啊，您不觉得您的教育方式有些过激了吗？过激？现在哪个父母不是对自己孩子恨铁不成钢啊？这一切全怪他母亲陈平，孩子有今天就怪他。我应该守在家里，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逃走。逃走？如果我不走，我就会被他打死了。这些年孩子，你说跟他学了些什么？一点好都没学，一提他我就生气。不对。哎呦，哎呀！硝酸甘油，你有心脏病，老毛病了。你先平静一下，不着急，慢慢说。刘丽丽这个孩子吧，从小就非常聪明，我呢就觉得她是个苗子，就想把她送到清北大学，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等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啊，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孩子身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我要把它裱起来，挂在咱们家墙上，让所有到咱们家的人都看到我和你妈这几年没白努力。我们学校啊，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您再帮我查最后一遍。对，刘丽丽，美丽的丽。你就是再让我查6遍，也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了啊，您先请回吧。哎呀，结果到学校一看，谎话连篇，没一句真的。
你说我这白天黑夜的开出租车攒钱，不就是为了她吗？全都是因为家里边有个败家的女人。一会儿丽丽回来，你有话跟她好好说，啊。这事儿你管不了，啊。你们怎么突然叫我回来？清北大学我去过了。你去那儿干嘛？我不是说了不要去打扰我学习吗？你还撒谎是不是？哎呀，你有话还撒谎是不是？你不要动手！起来！清北大学就根本没有你这个人，你说怎么回事？我没考上清北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我伪造的，我怕你打我。那你高考、中学考多少分？你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你闭嘴！我数学考砸了，总分加起来只能上龙华市的职业技工学校。我这2年是在那读的书。丽丽啊，那个学校连个本科都不是吧？我知道，我都说了我考砸了，我不是故意，我知道错啊。我问你，我这张脸往哪儿放？我这张脸往哪儿放？别动手，我求你了！你起来！这个陈平啊，一点好事没帮，把孩子带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一个女人，赚钱养家，还带个孩子，我没什么本事，能把他好好养大已经很不容易。要不是刘冰坐牢，孩子也不会变成那样。外面那些闲言碎语，连我都受不了，孩子更是抬不起头来。好不容易等他出来了，他不但没有好好补偿我们母女，反而是对我们严加控制。他把对丽丽所有的失望都怪在我身上，没事就对我拳脚相加。真的，我要是不走，早晚会被他打死的。你走的时候，考虑过你女儿吗？如果我把丽丽带走，就算是天涯海角，他也会把我们追回来的。那样反而会害了丽丽。我是想他看不见我，或许就能平静下来。可谁知道他会做出那种事情。丽丽有男朋友吗？她敢？你是说那个搞摇滚那个是吗？大概半年前吧。丽丽学校的校医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她是因为性生活不当，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身体损伤。这些您知道吗？我就说吧，就不能跟这群玩，早晚要出事儿。二位警官，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他们干的？要是他们干的，我这辈子饶不了他们。这个报告我知道，我问过丽丽，但是她什么都不肯跟我说，所以我想，网上那些评论也不是乱说的。什么意思呢？我离开刘冰，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半年前，就在丽丽看病前不久，我跟她说过很多次，女儿大了，要跟女儿保持距离。可是，她说，无论丽丽多大，都是她刘冰的女儿。再到后来，那天是丽丽发烧39度多。让她上医院，这孩子不去。我拿酒精给她擦后背，给她降温，这有什么问题吗？他给她洗内裤，还闻来闻去。说我闻她内衣，那是那天我给她洗衣服，我发现上面有烟味儿，我怕跟不三不四人再混在一块学坏了。您女儿都多大了？您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哎呀，那我就说一句你们2位不爱听的话了。一看你们就没当过父母，那孩子从小到大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啥没见过？他就80、90了，我不也是他爸吗？您再往后滑，看看那些评论，
有什么想说的吗？哦，那是有一次在车里，她穿了一个超短裙儿，我说这样不好，我指着腿说的，我怎么可能摸她腿去呢？一派胡言都是。后来丽丽爱上直播，她经常在网上分享她的兴趣爱好。我看过几次，她展现给外人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从来不说家里的那些糟心事儿。可就算这样，刘斌还是没有放过她。你回来了啊？怎么了？没事儿。啊？怎么了？没事儿，真没事儿。我看看。真没事儿。你看看。你们去给我接。我有点事儿，我先下了。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爸啊，不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这是？不是这样的。干什么呢这是？这都是什么？我就知道你考不上清北大学，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是。这都是什么啊？这都是什么？爸，我错了，爸，我错了，我不敢，我错了，不敢。我告诉你啊，没有我同意，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有必要吗？这是我的家，我说的算。不愿待你可以滚。我早就受不了你了。我没求你啊，你现在就可以走啊，滚！这个家，我再也受不了了。好，走吧，走吧，走。所以您对这些指控，全都是否认的，对吗？我没啥可承认的呀。你这样，你问刘丽丽行吧？刘丽丽现在的情况不能问这么刺激的问题。二位警官，所以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说的都是实话，没了，就这些。行，谢谢您配合。他就是那样，什么都是别人的错，问多了就发表打人。对丽丽也是一样，他控制她，监视她，查她的手机、电脑，禁止她跟同龄人来往。他就是一心想占有丽丽。丽丽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什么都不跟我说。我看孩子就是受欺负了，他不敢说。孩子引到死里，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陈女士，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下，你亲眼看见过刘斌猥亵刘丽丽吗？他做出那种事情，怎么会当着我的面？自从我离开家，就更加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我烧好的炭，还有我的窗也是封好的，门也封上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上门询问，回来还上一个。关键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刘斌的反驳没有一句站得住脚啊。但是当事人刘丽丽什么都没承认。他敢说吗？你瞧他那受伤的样子，一看就是被吓惯的。说实话呀，他没疯已经很不错了。亲人做出这种事情，谁受得了？但我并不认为刘斌猥亵过刘丽丽。是吗？
陈平说的头头是道，但他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刘斌猥亵刘丽丽。要想证实刘斌性侵过刘丽丽，我们需要实质性的证据。怎么着？刘斌在犯罪方面已经是老手了，肯定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再说了，性侵案一旦过了取证时间，再想搜寻证据，真的不容易。你怎么看？我认为刘丽丽直播自杀是一种无力的控诉，这种事情难以启齿，但足以击溃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少女的人生。这个案件，不管是从伦理上还是法理上，都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恶性案件。我们一定要查到底。欢迎秦明回来，走一个，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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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哥，好，坐下吃吧，都坐下吃吧啊！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啊！好，来来来。我吃点啊。去啊！今天晚上接风宴的主人公可是你，你一个人怎么躲在这里吃面啊？安排的人是你，吃的最多的也是你，笑得最大声的还是你。我呢，不过就是一个符号而已。这样的接风宴其实和追悼会没什么区别，我就是一个主题而已。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太不知好歹了？谢谢。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你觉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啊？你觉得这里的人怎么样啊？哟，聊什么呢？不能听啊！你不是都听到了？在这干嘛呢你？剥橘子。你呢？刚刚说这里人怎么样，什么意思啊？这里的人怎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林涛怎么样啊？李队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啊？算了，我不想知道。哎，干嘛呀？你没看到他是包给我的吗？我来了才包，什么叫包给你？林涛，你有病吧？就是包给我的。哎，啊！放心吧，舅舅，我已经到了，入职手续已经办好了。嗯。斗门阵，我一定来过这里，我一定会把鸡找回来的。其实你想要的答案，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是你们看到的答案，我想要找的是原本就在我脑子里属于我的答案。我想要问的问题，除了我自己，没人可以回答。秦明，你首先是一个法医，是要讲究证据为先，而不能被脑子里面那些胡乱的回忆影响，知道吗？有人给我寄了这个。删除键。我觉得这个删除键和我妈妈的死有很大的关系。答案呢，就在斗门镇。根据呢？直觉。直
直觉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副产品，不会100%正确，所以还是证据为先。我明白，但无论我的直觉是对是错，我都想去证明。他这个人吧，挺冷的，对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关心，冷淡却又不冷漠。他孤傲又拽的样子，往人群中一站就很特别。这是有感觉了呀？那我不知道，反正每一次我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心砰砰直跳，特别慌张。以后啊，你这种话别跟我说了，我鸡皮疙瘩掉一地。要不这样，你去问问他，对你有没有感觉？我才不问他，问就问呗，这有什么的？追求真相本来就是我的工作，这有什么可怕的？兄弟，兄，有事吗？呀，我有些话必须得告诉你。你能留在我们斗门镇，我是真的高兴。你是我兄弟，这话我可是说过了。但是呢，我又特别不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以为我是 super star， 结果你是。我以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结果在关注你。我不服，我告诉你，我不服。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你，让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你信不信？我不信。不信就不信，我自己信就行。最后，欢迎你，兄弟。够了，帅。谢谢。真帅。还好没冲动，要不然就尴尬了。师傅，外卖好了。师傅，外卖好了。谢谢。魂不守舍，有烦心事儿啊？啊，齐了没有？齐了啊，别介意啊，我这人就这样，自来熟。没事。扫码关注我微博，回头吃饭我给你打8折。得嘞。好，多少钱？20。打折了吗？打了。行，常来光顾啊，保长。去哪儿啊？城郊护城河附近，我给您指路。哎呦，你那地儿有点远啊。我有点急事，拜托了，我给您加点钱。行吧，加钱走。到了。是这儿吗？哎，没给钱呢，哥们儿，没给钱呢，怎么回事啊？这么点钱，至于吗，哥们儿？
怎么样？问了没有？没问，我不知道问了以后要怎么办。那他要说是我的话怎么办？他要说不是我，我更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可真是急死我了！你就直接问呗，那是或不是？他说完你掉头就走，你让他好好琢磨一下。怎么了？我觉得有时候闺蜜之间的信任挺可怕的。为什么？我居然让你在这件事上帮我出主意。虽然我离过婚，但总比有些人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强吧？哎，九表姨，11表姐，干嘛？你今天黑眼圈有点重啊，怎么跟个熊猫似的？他失眠不可以吗？行，当然行。这失眠了肯定是有心事啊，跟我说说呗。说说嘛。怎么没叫我一起上班啊？我忘记了。你妈妈给你做的早餐，让我帮你带过来。谢谢。你今天匡州色素怎么这么重啊？什么意思啊？哎，你看这边啊，哪那么多问题啊？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脸还很红，呼吸急促，生病了？没有。啊，是我。什么？好，我知道了。发现刘斌的尸体。什么？刘斌死了？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reve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